大家好，我是镜子姐。南法的第二天，在阿维尼昂的酒店吃完早饭，阳光依然明媚，但我们无暇欣赏老城墙下的晨光，赶紧坐上火车前往 TGV 车站去取已经订好的车。因为早几天我们就一直关注天气预报，巴黎的那片雨云一直尾随我们，今天就会到了。刚才还晴天，现在已经是巴黎过来的云已经过来了。今天下午开始要大雨，下一天。今天是周日，大部分地方都关门，但索俄岛却会是最热闹的一天，因为它的集市开在周日。我们在 Eurocar 取了车后，设定好 ChatGPT 给的索格岛集市附近免费停车场的地址，就立刻出发了。大约40多分钟，我们就赶到了索格岛。那时天虽然很阴，但街上到处都是逛集市的人和车。不过路边和很近的地方的确是找不到可以停车的地方了。In 100 meters at the roundabout, take the first exit onto Cours Victor Hugo.按照 ChatGPT 所说，大概走路10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很大而且免费的停车场。可是到了地址后，那里就不是一个地址所在。于是我们转呀转，转呀转，终于看到一个大停车场，而且的确是免费的，但跟 ChatGPT 提供的出入很大。顺便说一下，上次在葡萄牙 ChatGPT 很靠谱，而这次发现好几次用 ChatGPT 给的地址都会被带到一个 nowhere 的地方。难道说 ChatGPT 对法语也是有点晕In 150 meters, turn right onto Avenue Voltaire-Garçon. 你没发现，在热带的，好像就美国不是那个哪儿，佛罗里达那边也是真啊，是不是在热带地方就是那是飓风？当我们停好车，才想起来之前太匆忙，忘了按照车行建议的给车拍个照，所以急忙先拍了个视频。这个视频后来真的派上用场了。然后走向集市，这时天上已经开始零星掉起了雨点，迎面而来的是一群群匆匆赶回车里的人们。到了集市，雨下得非常大，摊主们都在忙着收拾摊位。我们撑着伞在正在解散的摊位间漫步，小巷街景依然很温暖悠闲。哦，sorry。
河水清澈的像玻璃，缓缓流过街道与水车之间。很难想象，这条河的源头竟在7公里外的泉水镇，那是法国最深、最神秘的泉源之一。终年水量丰沛，从山洞深处涌出，再一路流到这里，孕育了索格岛的灵气与生机。雨时大时小，我们在雨雾朦胧的索格岛市中心依然兴致盎然，不知不觉间足足逛了个把小时，体会到了另一种独特的意境。这个水车一看就真的很有历史感啊。离开索格岛时，我们依然决定去泉水镇看看那口神秘的泉。泉水镇只有几分钟距离，路上雨淅淅沥沥，不是很大，当时还挺庆幸的。房子也挺古老的啊，挺古色的东西。泉水镇的这口泉是法国最深也是最神秘的泉源之一。天气晴好的时候非常宁静，一汪碧绿到不真实的泉水深不见底，但据说在春天融雪或大雨时，它会变成一条奔腾的巨龙，那该是何等震撼的场景啊！从古罗马时代到今天，无数探险家，包括大名鼎鼎的库斯托，都试图征服它，但全部都失败了。1000年来，它一直是个未解之谜，它的底到底在哪里？
到了停车场，我们就准备付费，结果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失败，第三次依旧，并不是信用卡被拒付，而是机器最后一步总是显示失败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上天在暗示，风雨将至，不宜久留。但当时我老公非常执着地凑齐硬币，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支付。然而就在那一刻，大雨突然倾盆而下，我们被迫躲进车里，望着荧幕中模糊的山与路，只能苦笑。在车里躲了一会儿后，我们终于决定听从天意，放弃原来的计划，直接去酒店入住。酒店在1小时距离外的 APT 小城。这个本来是我们今天的计划，从阿曼尼昂出发，先去索格岛，然后泉水镇，再去石头城，绕一下去塞南克修道院，再去红土小镇，最后入住 APT， 方便第二天去圣十字湖和瓷器小镇。但因为这场大雨，我们不得不放弃和改变计划。看似很多地方，但因为它们都在附近，其实天气好的话是可行的。这雨终于停了，这也不是雨停了，是这片雨就还没过了，可能雨云不在这边。我们现在往 APT 去。那个山是什么？这一带就是你说的吕贝龙山区是吗？ In 500 meters, keep left to stay on D943B. 刚才那泉水城下雨下得太大了。在去 APT 的路上，我发现后面远远的有一辆车，头顶红灯，一直跟在我们后面。当时有点奇怪，难道是警车吗？干嘛总跟着我们？后来才知道，法国的出租车是顶着红灯，而不像我们通常所见的是黄灯。In 600 meters, turn right onto Coors Los de Bray, B22. 到了酒店，雨竟然停了，我们顺利办理入住。前台告诉我们，小城周日只有2-3家饭馆会开门，房间虽小却干净明亮，一切都很新。卫生间里不仅有玻璃漱口杯，还配了加热设备，显得格外温馨。稍作休息后，我们开始考虑晚餐。窗外又开始下起了大雨。虽然知道这里的餐厅通常要到7点半才营业，但 Google 上显示有一家正在营业。当时才5点多，离我们只有350米，想着不过几分钟的路，于是我们决定冒雨走过去。没想到这350米成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距离。雨越来越大，路边疾驰的汽车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，连雨伞都开始漏水。深一脚浅一脚的，终于到了那家饭馆。老板却告诉我们要到7点半才开门，还建议我们去旁边的酒吧等一等。可我们转了一圈，发现周围根本没有任何开门的地方。也许是因为大雨，也许是因为这是个安静的周日小镇，我们只好从后面的巷子往回走，心里已经做好了饿一晚的准备。然而就在离酒店100米的地方，我们看到了温暖的红光。走近一看，竟是一家披萨外卖店。那一刻，我们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绝望中的救赎，雨中的光。